什么你一定要杀我？大宝姐，你跑去哪里？对我连电话都不接。妈。我刚才去找那个王八蛋，求他来见我妈，他却不理我。我追，我拼命的追，不过他没停车。你妈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儿子，知道的，她知道的。我妈走了，我妈真的走了，这样就走了。
该上了所谓的天堂吧？天堂在哪里？上面喽。要怎么去？死了就可以去啦。那我要死，去天堂。不要乱讲话啦，阿比呀，你还要上学啊，用功读书的，以后出来社会做个有用的人。你还小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，不能那么快上天堂的，知道吗？那不需要等很久。到最后还不是都要死？你不要整天要生要死，影响阿比好不好？教坏小孩哈。阿公，你这么老，是不是很快就要上天堂了？阿公是有名的霹雳刀，连天堂都不敢收留我。13内啊，跑去哪里了？阿妮啊，叫他过来烧金子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由他吧。哎，美人死了以后啊，一滴眼泪都没有流，这样闷在心里，迟早要出事的。他可能还不能接受事实，心里是太痛了。要不要跟他谈谈？哎，没有用的，他这种反应叫自我封闭。人生在最痛的时候，反而是最麻痹的状态。哎，现在跟他说什么都是耳边风啊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让他这样下去的。大家都关心他，他慢慢就会想通了。不如我们去吃顿好的，化悲愤为力量。废话。13哥哥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节哀顺变。你年纪这么小，怎么知道这句话的意思？每次人死的时候，电视里的戏都是这么说的。13哥哥，你不要这么伤心，阿比疼你。为什么你一定要杀我？
小姐，喂，小姐，小姐。什么情况？死者是名女性，黄淑珍，32岁，职业是名老师。目前怀疑她是在凌晨5点左右坠楼自杀的。是不是同一个变态杀手干的？老大，这位是公寓的保安，他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。你发现尸体的时候，有没有见到任何人？有啊，当时我正好经过这里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有一辆车停在这里，那么里面坐着一个男人，我就觉得有点古怪。不过我赶着要去看黄小姐，那我就不理会他。等到我去报警的时候，他就开车走了。你记得他样貌吗？记得。帮他做拼图。是老大。我们上去。死者的同居男友叫吴国胜，41岁，是个保安职员。死者坠楼死亡的时候，他在值夜班。收到消息之后，他就赶回来了。报应啊！15年，我们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够好好过日子。这个秘密会诅咒我们一辈子。就算我们所有人都死，都不会结束。你好，我是负责这起案件的 CID 组长，我姓胡。我了解你现在难受的心情，不过我们需要到处看看你家里的环境，可以吗？你最后一次见到黄小姐是什么时候？2天前。当时她有没有说什么？我们当时为了一些事情争执，他埋怨我对他不够关心，我们就这样吵了起来。他说要搬出去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会做这种傻事，是我害了他。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如果你不想谈的话，我可以改天来找你的。我还可以继续问吧。你们同居多久了？3年。那你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？2个人相处，总有意见不合的时候。可是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，不然也不会同居3年。那他有没有说过要自杀？当时的确吵得很凶，他也说过他要死给我看，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他真的会去自杀。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？他说的对，我的确是不够关心他，不然一定可以阻止他做傻事。会不会跟连环少女坠楼案件有关的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黄淑珍坠楼的地点不是在旧楼的环境，她发型没有改变，脸上也没有点上一颗痣，不管是年龄、外形，都跟之前的失踪少女不一样。这次的犯罪模式完全不一样。那个变态杀手会不会突然转换口味呢？心理异常的凶手
都有一套既定的犯罪模式，只有依从这种方式，才可以满足他们杀人的欲望。除非他是故意想制造烟幕，转移警方调查的目标。还有一个可能，吴国胜。我已经查过他的背景了，原来他以前也是个警探，14年前离开了警队。他离开警队的原因？不清楚，只知道他在离开警队之前，他太太得了绝症去世了。老大，我根据那保安的描述，做了个拼图画像，你看。张宇哲，这不是开玩笑吧？老大。老大，很少看到你是水准的。我以前在警校，是全校射击率第1的。我知道，你今天是心情不好，所以才出现这个小小的意外的。你是来取笑我的？当然不是。你认为玉泽是凶手吗？不认为。张警官是所有警察的榜样，就像警界的明星一样。如果说他这么多年来都在建立一个虚假的形象，那也真的太可怕了。可是，那个保安从来没有见过宇泽，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他不可能故意陷害他的，对吗？老大，你有听过真生杀人的故事吗？有人告诉真生的母亲说，他儿子在外面杀了人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不相信。可是经过3个不同的人跟他说了过后，他就相信了。谣言传了3次，真生的母亲都无法相信他不是凶手，更何况是张警官。所以大家都认为宇泽有可能是凶手。张警官失踪的时候，大家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了。现在又发生这种事，也难怪大家会怀疑他。好了，你呢？我觉得你应该相信他。如果你信任张警官的话，你应该坚持信念，不要让任何人影响你。要不然，你跟那个老太婆有什么分别啊？怎么了？其实变得这么有学问了。没有啦，说的头头是道的，小面教你的。真的什么都瞒不过你。怎么样？我说的还可以吗？德伟，谢谢你。最近我觉得有人在跟踪我。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物？
对方跟踪的技巧很好，好多次躲过我的反追踪。我怀疑他应该是警察。节哀顺变。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找我。我来找你的目的，只是想看看你。10多年没联络，现在突然跑来问候我，说吧，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你们不觉得最近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吗？我不知道你所指的是什么。我觉得有人一直暗中在注视着我的动静。有一个人，也许不止一个，他们好像知道我们的秘密。会不会是你想太多了？不，我肯定不是。上次有人通知我宇哲失踪的事，你追查的怎么样了？我还在查，暂时没有头绪。不必查了，那个故弄玄虚的人肯定是张宇哲。你怎么知道宇哲出现了？你以为只有你们能查出来吗？你们在说什么？宇哲什么时候出现的？他现在人在哪里啊？我女朋友坠楼的时候，有人看见张宇哲出现，所以我肯定凶手就是他。先别这么快下定论，就算宇哲在现场，也未必代表他是凶手。再说，他没有杀人动机。够了，你不必再骗我了。我相信你也认为凶手就是他，不然你也不会来找我。你们在胡说什么？胡说什么？以前我们同生共死，宇哲可以为了兄弟连命都不要。在这里有谁没有欠过他的人情的？他怎么可能是凶手？我觉得你太相信他了。当年老柴死了之后，那笔钱一直都没有下落，根本就是被张宇哲私吞了。他为了钱，有什么做不出的？不管他是不是凶手，或者有没有私吞那笔钱，我现在要求你们不要擅自行动，一切交给警方处理吧。那我保证，一定把他揪出来。你会吗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诡计啊！你为了要保住秘密，故意不要追查宇哲的下落。少爷，你太自私了。你为了自己，竟然要置宇哲于死地。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？15年了，这15年来，我一直很努力去重新生活，想尽办法忘掉过去的一切。我现在有事业有家庭，我不能失去这一切。你们不应该活在过去里，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还这么执着？这对大家都没有好处。我不会让淑珍白死。少爷，你真的相信宇哲是凶手吗？四爷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要是他这样鲁莽下去，我们之间的秘密迟早会被他爆出来。
凶手是男性，年龄介于25至35岁，受高等教育，样貌英俊有男人魅力，懂得怎么吸引女生。他专门到学校和补习中心去捕捉猎物，目标定为20到23岁的年轻教师。那凶手的动机是什么呢？他每次让不同的受害者坠楼自杀，是一种强迫性的行为。他在不断的重复经历自身的痛苦。如果是痛苦的话，一般的人应该会尽量避免去回想。他为什么却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呢？这样不是在自我折磨吗？他在幼年时一定经历过一段无可磨灭的痛苦，那些记忆纠缠着他，挥之不去。他脑里就像是一个故障的放映机，不断的重复播映当年的片段，让他越来越无法忍受，一直到他失去控制，把当年的画面付诸实行。当他看到受害者坠楼时，会让他情绪得以发泄，这是他消除痛苦的一种方法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不赶紧抓到凶手的话，很快就会有下一个受害者。从他干案的周期来看，从2年前开始，他每隔4到5个月就杀害一个人，到现在每隔2个月就有一名受害者，这表示他已经变本加厉了。凶手是一个非常机灵狡猾的人，他干案的时候非常小心，从来不留下任何的痕迹。他在接触受害者的时候也尽量找出人少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一直抓不到他的狐狸尾巴。老大有发现，这个吴国胜呢，在14年前是 CID 部门的一名警探，当时张宇泽警官跟他是同一组的组员。原来他们是认识的，那张警官就有谋杀黄淑珍的嫌疑了。老大，走吧，吴国胜先生。你和黄淑珍在银行有一个联名户口，请问有什么用途？我们每个月都会从各自的薪水拿出一部分的钱，存进这个联名户口里。黄淑珍坠楼的前一天，她早就把钱存入户口里，而且这应该是你们吵架闹分手过后。我猜这个户口的用途，应该是为了将来做储蓄，对吗？一个想自杀的人，怎么会去想将来的事？吴先生，你还认为你的女朋友是自杀吗？是不是已经不重要了？她还是离开我了。难道你不想找出真凶吗？那是你们警察应该做的事。你也当过警察，应该了解我们需要你的合作。我曾经当过警察，和淑珍的案件没什么关系吗？15年前，你跟张宇泽是同一组的，对吗？我想了解你和宇泽的关系。没什么特别，只是同事关系。那你为什么离开警队？因为当时我太太病重，去世了。这15年来，你都没有跟宇泽联络吗？我和他没什么好谈的。你太太的死，是不是跟宇泽有关系？你和宇泽是不是有什么恩怨？对不起，我要赶去上班了。先回答了再走。瞪什么瞪？还不回答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小曼，这个案件你不用调查了。又是因为关系到宇泽的案件？没错。Sir，这个案件是由我们先开始调查的，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继续下去呢？吴国胜先生，
现在警方怀疑你涉嫌黄淑珍的命案，请你跟我回警局协助调查。走吧。太过分了！他到底是我们的上司还是拦路狗啊？每次都拦截我们的案件，根本就是要抢功劳。他的目的应该没有那么简单。四爷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，也很愤怒，可是这件事已经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处理的，让我帮你吧。我现在一心只想把张宇哲给找出来，你真的能帮我吗？如说宇哲贪污，我还能相信。不过，如果说他杀人，我真的很难相信，因为这不像是他的性格。再说，他根本没有必要对你的女朋友下手。你们都被他骗了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的真面目。你知道些什么？15年前，老柴在这里被笑郎一枪打死。这么多年兄弟友情，为了这钱闹得你死我活，值得吗？值得吗？你马上告诉我钱在哪里！闭嘴！不要乱来，放下钱！老柴，我再问一次，钱到底在哪里？我真的会开枪的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！老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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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是有意的，老柴站住！老柴，快叫救护车！快！老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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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了这么多年，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况，还是觉得那不是真的。你以为笑郎那一枪是意外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怀疑笑郎是故意开那一枪的吧？他没这个胆，也没这个脑，是张宇哲叫他做的。张宇哲一直都说是老柴私吞的那笔赃款，所以说白笑郎帮他杀了老柴。不可能！老柴一死，张宇哲就可以顺理成章把这笔赃款算在老柴头上，反正死无对证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会怀疑钱是被他拿走了。若是宇哲拿走了钱，他还需要当警察吗？留在这里，迟早都会被查到的。天知道他有什么目的。最可怜的是笑郎，帮他杀了人，到现在还活在愧疚里。整天被良心谴责。可是现在宇哲失踪了，怎么肯定他就是凶手？那你怎么解释他会出现在现场？他杀了我女朋友，下一个就轮到我了。四爷，你对宇哲的成见太深了，他不会是这样的人。连你也不肯定了吧？我身边唯一的女朋友都被他杀了，而你呢？说不定你老婆孩子全家人都是他的目标。到现在你还担心什么秘密被拆穿？就快连命都没了，还管那什么秘密？帮我就是帮你自己，赶快把张宇哲给揪出来吧。四爷，不要乱来，我不想亲手逮捕你。怕什么？是我啦！哎呦，大宝姐，差点给你吓到连尿都飙出来。你胆子那么小，你怎么出来混的？这样就没有看到你跑去哪里躲？风声紧不是换地头喽？
哎，我有楼帮给你呀，帮你家买 LSD 有没有货？多少？哇，我不够货啦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想想办法。哇，你厉害了你，搭到什么大客户？是老顾客了，他最近买的比较多。老顾客我认识吗？你不认识的啊，他不是出来混的。是不是那些有钱的小姐啊、少爷啊，还是什么名人、明星啊？谁？不知道啦，他从来不说名字。那如果给你看到他，有认得他吗？不知道哎，不过他每次来都是戴墨镜、戴帽子，就算给我看到他，我也不肯定是不是他。我看他戴名表，又驾名贵跑车，8成是个有钱人。名贵跑车，车牌美不美 ？SJA 2907A。你问他干嘛？不可以吗？问一下回事啊。2907。大包啊，这是谁的车牌号码？这个人最近买了大量 LSD 迷幻药，是开着跑车来买的，应该是有钱人吧，名字就不知道了，你自己去查吧。有件事想告诉你。什么事？等见面再说吧。你继续帮我查冯立奇的案件。拜拜。老大，上次在案发现场找到女死者的高跟鞋里验出有马粪的成分。死者生前可能去过马场或者马球俱乐部。我们已经查过了，冯立奇生前并没有赌马的喜好，也没有打马球。那可能是凶手带他去了。你先帮我查这个车牌号码。好的。这样穿很好看。你喜欢我这样穿，我以后就多做这样的打扮。老师，我真的很想你。已经找到车主的身份，我们分2组人同时进行。我的伪装 Tiger 去他家，国光小妹你们去他公司，一见到人马上带他们。是。
你也没有想到是他吧？你还好吗？不过我跟他们去就好，你不用亲自出马了。不用了，走吧。你在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看的。这个女生是你以前的女朋友吗？你为什么乱动我的东西？啊？你弄痛我的手了，可以放开吗？蔡志平先生，我们怀疑你涉嫌一宗案件，需要你协助调查。这是搜查令，我们需要进入你的住所进行搜查。